洞穴不仅是特殊生命形式的避难所，这些黑暗的地方也保存着远古文明的遗迹，因为在黑暗中隐藏着考古奇迹和难以想象的神秘事物。从火星上的神秘洞穴，到8300岁的孤独男孩，甚至是位列一排恐怖的守护雕像。以下是在洞穴中发现的15种最奇怪的东西，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同时也提醒你，不要随便把东西带回家里。洞穴内的恐怖雕像，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应该小心你带回家的东西，特别是如果它看起来就很恐怖的话。2016年1月9日，一个名为 Witched Cutaway 的用户在 Reddit 上发布了一个帖子，题为“我和一个朋友在徒步旅行时，发现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雕像，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人寻求帮助，因为他有一段与这个雕像有关的难忘经历。最初，一个论坛的用户声称，这个雕像只是看起来有点奇怪，直到帖子出现了有趣的转折。这个帖子讲述了他们最近在偏远森林里徒步旅行的经历。在那里，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偏僻洞穴里的邪恶雕像。雕像看起来很旧，眼睛上插着钉子，脖子上套着绳子。虽然他们对这个发现感到不安，但他的朋友还是决定把它带回家，不顾他们的劝告。接下来你猜怎么着？把雕像带回家里后，然后不断地发生超自然活动，最终被恐惧妥协，把它交给了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时至今日，雕像仍然被密封和看管着，使它的目的再次悬而未决。这同时是一个提醒，确保你要小心你拿回家的东西。火星上的洞穴，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和漫游者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广阔的火星，为了捕捉到迷人的图像，深入研究这个星球的历史、地质以及发现外星生命迹象的诱人前景。在大多数时候，在光秃秃的火星景观照片中，只有太空岩石。但在2022年，一张奇特的照片出现了，点燃了阴谋论者和狂热的太空爱好者的想象力。这张照片显示了火星岩石上雕刻的一扇门，这种结构类似于我们在地球上可能发现的隐藏掩体或秘密通道。乍一看，这张照片似乎非常令人信服，它看起来像一个秘密通道。这条通道似乎只延伸了很短的一段距离，但是在照片曝光后不久，怀疑论者开始出现，然后美国宇航局的专家也加入进来，透露这个门洞的高度仅为45厘米。所以，谁说火星人应该和人类一样高大呢？尽管如此，地质学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指出，该地区存在相交的直线裂缝，与所谓的门口的位置相吻合。尽管有这些合乎逻辑的解释，阴谋论者仍然坚持认为，这个门是火星上存在生命的具体证据，使科学界精心策划的掩盖概念永久化。但是先让我们暂停一下，考虑一下掩盖情况的荒谬之处。如果 NASA 真的想隐瞒什么，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公布这些照片呢？这个想法对我来说似乎太牵强了。与那些研究地质构造的科学家相比，从事寻找外星生命的科学家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尽管经过多年的勤奋探索和研究，我们为发现火星上生命的确凿证据而所做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结论性的结果。但是，火星曾经孕育生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偶然发现古代细胞存在的残余化石，但偶然发现门道或勺子这样的人工制品，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产生一些值得研究的东西吧。在继续精彩节目之前，还请各位观众老爷们为本期视频点个赞，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期精彩视频了。头骨杯子，一组专家一直研究在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古代文物，你猜他们发现了什么？那就是头骨杯子。是的，你没听错，用人类头骨做的杯子。惊悚吧？现在在你开始认为这些英国人是不是喜欢人肉的野蛮人之前，科学家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这些头骨杯大约有14700年的历史，可能是在某种仪式中使用的。这些头骨被精心制成杯子，研究人员确信它们是用来盛放液体的。你看，用头骨做杯子或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纵观历史，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都有出现。希腊历史学家埃雷图斯甚至在公元前5世纪就写到过它。但这些头骨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是不列颠群岛唯一已知的例子。这可太酷了！事情是这样的，专家确实也发现了一些头骨被吃掉的迹象，但他们不认为同类相食是制作这些杯子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肉和骨髓可能被移除，是为了创造一个干净的表面来进行仪式。至于他们是否真的吃掉了同类的大脑，这很难确定。这些发现意义重大，因为他们让我们得以一窥我们古代祖先的生活和信仰。这些人和我们一样，完全是现代人，他们有自己的仪式和方式来纪念死者。7000年前的雕像，考古学家在意大利迷人的巴迪费拉塔洞穴深处有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这个7000年前的小雕像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历史的窗户，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来自帕多瓦大学的古代科学系的专家团队努力解开隐藏在古代娃娃中的秘密。通过精心研究其独特风格的技术方面，他们的目的是确定它的文化起源，并阐明制作和利用这一稀有文物的文明。专家认为这个娃娃是用于葬礼和仪式的，但也有可能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独角兽鱼，在研究中国贵州山区的一个洞穴时，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生物，一种来自金线巴属的鱼。这些新发现的鱼吸引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它们的身体没有鳞，没有颜色，眼睛很小，就像发育不全一样。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前额上突出了一个巨大的角，使它们看起来像神话中的独角生物。这一鱼类目前只在中国有所发现，主要是在洞穴内黑暗和隐蔽的水池中。在已知的76种中，大多数新发现的鱼都有共同的特征，比如视力下降或缺失，没有鳞片和没有色素沉着。但是一些物种却有角，更有些是完全失去了眼睛。这一过程被称为回归进化。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个体失去了复杂的特征，但在所有已知物种中，独角兽鱼是唯一一种长有角的鱼。这一特征表明它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物种。8300岁的孤独男孩，生活在大约8300年前的石器时代少年韦斯塔顿的全身得以重建，现在正在挪威南部的一家博物馆展出。1907年，这些男孩的遗骸在挪威西海岸的一个洞穴中被发现。专家认为，这名孤独的男孩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身材矮小，身高约为 1.2 米，而且患有头侧畸形，这导致他的头骨向后生长，
而不是正常生长。重建是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头骨创建的 3D 打印的塑料复制品。尽管它的外表独特，但遗骸表明它吃得很好，也很健康。这个洞穴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供应和人类活动的迹象。洞穴中有大量的动物遗骸，厨房垃圾和钓鱼工具的存在表明，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为古代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洞见。而男孩的死亡情况仍然未知。当他被发现靠在洞穴墙壁上时，研究人员称他为孤独的男孩。在他最后的时刻，他看起来还在等待他的同伴，不知道他下一分钟就会死去。迪罗山的仪式，在博茨瓦纳迷人的风景深处，考古学家有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这一发现揭示了我们非洲祖先在惊人的年代前所进行的仪式，使其成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仪式之一。这一非凡的发现比欧洲的仪式早了惊人的3万年，巩固了非洲作为现代人类摇篮的合法地位。这是在非洲西北地区的一个偏远角落，位于迪罗山。这是一个神秘的神圣圣地，装饰着3500多幅岩画，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1500多年前。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考古学家们冒险进入了这个未知的地方。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探险将会发掘出改写人类文明史的东西。几万年前，居住在该地区的人们对蟒蛇很崇敬，而且关于当地的传说，人类的血统可以追溯到这种雄伟的生物。而围绕着迪罗山的古老河床，被认为是由于它对水的永恒寻找而形成的。随着挖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学家发现了超过13000件文物，比如矛头和与仪式密切相关的物品。随着更多的研究进展，我们可能会对仪式和蟒蛇神有更多的了解。尼安德特人打造的洞穴，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洞穴深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真正令人惊讶的东西。石笋的半圆形墙壁可以追溯到176000年前，这些墙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建造的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证明了他们先进的能力。这表明尼安德特人并不是我们许多人认为的无脑，他们并不是进化未完成的人类。考古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了它，但直到最近，一组专家才深入研究洞穴。这些结构由大约400个巨大的石笋组成，排列成半圆形，形成了曾经基本的墙壁。墙内燃烧的痕迹表明使用过火。虽然猜测范围从精神到家庭目的不等，但尼安德特人构造背后的实际原因仍然难以捉摸。这一发现显示了我们祖先的非凡技能，并提醒我们，历史上仍然有许多东西不是决定性的。鉴于这些发现，很明显，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还需要不断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复杂性超出了我们最初的认知。像这样的考古发现，挑战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强调了进一步探索，揭开我们祖先不为人知的故事的重要性。3300年前被时间冻结的洞穴，建筑工人正在帕尔马岑海滩国家公园工作。突然，他们的机械挖掘机不小心冲破了一个隐藏洞穴的顶部。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以色列文物局的考古学家迅速赶来，下到洞穴里揭开它的秘密。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这个3300年前被古人封闭的洞穴，就像一个时间胶囊。它属于强大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2世统治这片土地的时代。但具体发现了什么，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公开透露。你能想象这个房间里有什么藏物吗？
老挝洞穴中发现的7万年前的人骨。最近在老挝迷人的铜帕林洞穴中，根据这一项发现表明，智人在6至8万年前就到达了东南亚。这个洞穴位于海拔1380米的北劳斯一座雄伟的山上，那是猴子洞，也被称为铜帕林洞穴。之前在这个洞穴中挖掘出的骨头碎片，可以追溯到7万年前，为该地区早期人类的存在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专家认为，这些骨头是被强大的季风冲进洞穴的，从那时起就一直留在洞穴里。后来的分析显示，在洞穴中发现的骨头年龄在7万3000到8万6000年之间。这一发现将智人最早出现在东南亚的时间往前推20万年的洞穴有原点符号。今年3月份的时候，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至少在2万年前的欧洲石器时代，洞穴壁画中发现的点线和形状标记，可能代表了一种原始文字。如果这是真的，这一发现可能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当这些标记靠近动物的描绘时，被认为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文字系统，传达了早期人类对动物的理解。研究人员提出，这些标记序列以月为单位，代表了特定动物的信息，可能表明它们使用农历。对800多个与动物相关的标记序列的统计分析支持了这一假设，表明标记数量与所描绘动物的已知交配月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挑战了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的传统观点，主要是动物和手印的代表，揭示了原始文字形式的可能性。然而，将这些人类制造的标记解释为一种书写系统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些研究人员仍然持怀疑态度。进一步的研究人员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些标记的存在及其意义。希腊的佩特拉。2010年，伦敦库尔塔德研究所的专家在传说中的佩特拉世界遗产中的一册公布了令人惊叹的希腊风格壁画。这些被隐藏了2000多年的画作，现在又重现了。这些由才华横溢的尼巴提亚人创作的画作，将我们带回到1世纪，甚至更早。细节的水平和自然的美丽令人难以置信。你可以辨认出墙上描绘的不同种类的花、鸟和昆虫。这些画作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让我们了解古佩特拉存在的各种耀眼的文化。默克洞穴，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洞穴，地下系统延伸超过5公里。在里面，你会在超过30米的宽敞房间里遇到令人惊叹的洞穴构造。但这还不是全部。当你在这个古老的奇迹中穿行时，你会遇到一条流淌的小溪。玛雅人认为这是水的神圣发源地，是雨神亲自赐给人类的。有证据表明，玛雅人在大约公元2至5世纪使用过这个洞穴。最初，他们在洞穴入口附近存放祭品，主要是像小玉米棒这样的农产品。但是，当一场大规模的干旱袭击该地区时，事情发生了转变，导致他们的仪式发生了变化。玛雅人开始在洞穴系统的深处放置祭品，比如人祭。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提醒着他们的社会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在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陶瓷的宝库，其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痕迹，比如杀戮或仪式破坏的迹象。这些陶瓷作为贡品的容器，或在他们的仪式中发挥重要作用。洞穴水中的矿物质与这些物质相互作用，形成了令人惊叹的钙晶体。从他们改造洞穴构造的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虔诚。
他们把众多物品作为贡品，甚至雕刻出复杂的面孔和动物的剪影。有些人甚至利用洞穴的自然特征，以此投射阴影图像，为他们的仪式增添了一丝神秘感。你能想象在那些古老的仪式中，洞穴里的气氛吗？而且还不仅于此，研究人员发现了祭司用来献祭自己的血的石板，他们会用黑曜石刀片割伤自己，以表明他们对信仰的承诺和奉献。而且其中还发现了许多人类遗骸，已经发现14人被确认为祭品，有些人被捆绑起来牺牲。令人震惊的是，对玛雅人来说，祭祀活人，尤其是儿童，比祭祀食物更有祭祀意义。洞穴内的游戏。在犹他州大盐湖岸边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这有一个古老的美洲原住民赌场，考古学家发掘出了雕刻木棍和手杖的宝藏。这些不是普通的旧木棍，它们被认为是古代的赌博棋子。曾经住在这个地区的土著人，他们把每天的休闲活动变成了惊险的机会游戏。他们会扔这些特殊的棍子，一边空白，另一边装饰着伤口或烧伤，猜测有多少切口最终会朝上。这是一个挑战。对于我们来说，这听起来可能很无趣，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媒体消费一直处于高位，玩家为我们提供刺激，让我们与祖先保持联系。然而，这个简单的猜谜游戏却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有趣方式。随着考古学家深入挖掘，他们有了另一个惊人的发现：赌博物品是在洞穴入口附近发现的，就在曾经是壁炉的地方。这些树枝似乎是社区妇女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她们聚在一起，一边下赌注，同时让火取暖。弗洛雷斯的霍比特人。2003年，一对考古学家在弗洛雷斯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在那里，他们发现弗洛雷斯的霍比特人，据估计只有大约 0.6 米高，所以他们后来被称为荧光人。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些古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特征，使科学界既着迷又困惑。他们矮小的身材、小脑袋和独特的面部特征，挑战了长期以来关于人类进化的假设。有趣的是，而且根据放射性探测年技术显示，他们曾经在大约10万到6万年前生活在地球。这一发现再一次彻底动摇了我们对人类进化的认识。所以我们观看的那部电影《霍比特人》，他们的身高并非是空穴来风。耶稣助产士墓出土。这是索莱姆洞穴，位于勒奇什古城附近，离耶路撒冷只有1箭之遥。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现在考古学家在那里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学家在探索这个遗址时，偶然发现了刻在洞穴墙壁上的铭文，其中一些有趣的信息是用阿拉伯语写，而这个洞穴在那个时代成为了基督教的朝圣地。事实证明，它的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一个犹太家庭的墓葬。那么，索莱姆到底是谁呢？索莱姆是一个笼罩在神秘之中的人物，马太福音中也有关于他的故事记载。根据福音书中的描述，他是耶稣出生时在场的助产士。传说，当他怀疑童真分娩时，他的手枯萎了，但当他触摸婴儿的摇篮时，却奇迹般地痊愈了。如果这个葬礼属于庄严的，那么它可能是全球基督徒的下一个重要的地方。萨尔斯堡立方体。这块看似普通的石头，是在19世纪晚期在奥地利发现的一件有趣的古代工艺品。
它特殊形状的外观和材质引起了历史学家、科学家和爱好者们的兴趣，因为它不寻常的特点，它不是精确的立方体。这件文物看起来像一个椭圆形的物体，有2个平的边缘，有大量的凹点，整体的外表赋予了它另一种世俗的品质。这件文物最初被保存在萨尔斯堡博物馆，但最终神秘地消失了。后来又在萨尔斯堡博物馆重新出现。它是由煤炭厂的工人在挖煤时的一个天然洞穴里发现的。据估计，放置这个立方体的煤大概有6000多万年的历史。最初的分析表明，这个奇怪的立方体可能是外星陨石，但随后由维也纳自然博物馆进行的电子束分析与这种结合相矛盾。由于缺少常见的大气元素，人们相信这个立方体是人造的。但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它被包裹在数千万年前的煤炭中呢。萨尔斯堡立方体目前的下落仍然未知，人们猜测这件艺术品可能被私人收藏，也可能被销毁。在更多信息浮出水面之前，萨尔斯堡立方体的真实性质仍将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谜。骨头剧院。2004年，勇敢的巴黎警察正在探索地下墓穴，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即将偶然发现一些真正不同寻常的东西。当他们冒险深入地下墓穴时，他们看到了一个标志，几乎像一个警告，告诉他们由于施工而返回。很奇怪，对吧？尤其是在那个地区没有官方开发计划的情况下，然后警察强行闯入。你猜怎么着？当局偶然发现，他们发现了一片隐藏的宝藏，一个面积超过1600平方英尺的巨大洞穴，配有设备齐全的电影院。是的，你没听错，这个秘密电影院有一个相当大的电影屏幕，座位雕刻在地下墓穴的石墙上。这个复杂的隧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据估计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你绝对想不到这里会有一个秘密的聚会地点。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个地下聚会场所不仅限于看电影，不管是谁，或者是决定和数百万骷髅一起在同一条隧道里闲逛的人，都不会满足于电影院旁边只有一个大屏幕。他们在餐馆里找到了一个酒吧，这就像在巴黎熙熙攘攘的街道深处偶然发现了一个个性化的巢穴。谁有勇气把这个房间布置成电影院？警察决定先离开这个地方，但当他们返回几天后准备进一步调查时，他们目瞪口呆。看到没多久，他们一直有电话和电线被神秘地切断。如果有人知道警方已经知道的秘密电影院的存在，难道是某些神秘的存在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不要试图找到这背后我们可以秘密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至今仍未解开的谜。恐怖的人形雕像。科学家们最近打开了一个封闭了数百万年的洞穴，但却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而这些猜测开始让每个人都感到恐惧。这张照片展示了一排立着的木质雕像，形成庄严的一排，似乎守卫着一个古老的通道。这一发现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复杂的木质雕像的人形外观。有些人脸上戴着米色粘土面具，许多人认为这些雕像守护着一座神秘的被诅咒的寺庙的通道。围绕这些雕像的猜测集中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和恐怖的雕像暗示的想法上。这些雕像不仅仅是作为装饰品，它们是用来守护珍贵的东西的。随着未来研究的进展，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了解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是谁创造了它们？是什么信仰迫使古人创造出如此可怕的东西？也许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下面哪个洞穴发现最让你感兴趣？在下面告诉我哪个发现最引起你的兴趣。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我们下期不见不散。